自己还没凉透，母亲自责过度，独自面对村里老流氓的我，差点丢了身子。没想到你一个傻子，力气倒是大了很，就是要反抗才有意思。老子喜欢硬了来。谢娇娇伸出一只脚，便踢在那人胸口上，冰冷地说道：“滚！”吴大山被踢了一脚，心中很是不服气，接着便又冲了上来。谢娇娇开始大声喊救命，可惜吴大山根本不给机会，生气的娇娇站了起来，吐了几下。你这手也太臭了，是抓过屎的吧？此时吴大山看出了他眼中的厌恶，越想越来气，又要冲上来。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，救命啊！这时屋外立马就有了骚动。你个傻子，叫什么叫？你以为叫来了人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大哥大嫂都已经把你卖给我了，老子现在就把你拿了，叫来人看看你这傻子被人扇了模样。吴大山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去解谢娇娇的衣裳。谢娇娇一手死命地护着自己的衣裳。这时候，只见一个小娃子拿着根木棍就冲了进来，朝着吴大山就开揍。娘，快来啊！有人欺负姐，让你欺负我姐，让你欺负我姐！刚进门的孙如花早就听到自己小儿子的喊叫，提着镰刀就过来了，挥着就朝吴大山走来。好啊，你个吴大山，竟然欺负人都欺负到我家头上来了！孙如花，我告诉你，谁欺负谁？你家大儿子大儿媳已经把谢娇娇这傻子卖给我了。你放屁！你不信？你不信？你现在就去把你家老大谢支书和陈红菊叫来，看我是不是说谎。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，你给我等着。接着，孙如花让小儿子去请村长，没想到吴大山当场就怂了。哎，别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是你家大儿大媳妇把你家女儿卖给我了，我还给了3两银子了。才3两银子，哎，自己可真便宜啊！你放屁！接着，吴大山从怀里掏出一份协议，说道：“你不信你自己看。”孙如花还没伸出手，就见外头摇摇晃晃又走来一人，把那协议拿了过去。拿来吧你！当场就吐了血出来。当家的，你没事吧？畜生啊！接着整个人就昏死了过去。谢娇娇瞬间明白自己可真便宜啊，还真被卖给面前的老流氓了。吴大山见状，立马拔腿带着协议跑路了。孙如花抱着男人可劲的哭，要把男人抱起来，可是自己也是一把老骨头，根本不得劲。看着俩人都倒在地，谢娇娇走了过去。娘，我来吧，闺女我力大无穷，把爹抱回你们屋吗？孙如花赶紧的走前头，谢娇娇跟在后面。此时床上的男人这会已经是出的气不尽的气多了，嘴里颤颤巍巍说道：“如花，我就要走了，以后这一大家子你可怎么养活？”老头子，你别说了，你快别说了，我去给你煎药，咱们再喝一副药治不定就好了。眼看谢震摇了摇头，哭着说道：“我不行了，只是放心不下和娇娇，还有小之意。”谢之意这个时候跪在床头，嘴里哭着喊道：“爹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丢下之意和娘，还有姐姐。”刹那间一说到姐姐，谢震抬头看向了谢娇娇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谢娇娇也有些难受。妇女伸手的瞬间还没抓住，这手就掉了下去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谢娇娇也有些难受。顿时整个屋里全是孙如花的哭声。不知为何，谢娇娇本来觉得自己并不是特别的难过，可是一摸脸上却全是泪水。这个时候，大房和二房的孩子听见了，跑了出来，跪在了堂前。考验人性的时刻终于还是来临了。父亲刚刚凉透，女儿便被出卖，而独自面对流氓的我，却果断拿刀对准了大哥二哥。娇娇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爹啊，你怎么就走了呀？你这样让我们剩下的人怎么活啊？爹啊，您辛苦了一辈子，还没好好享福，怎么就走了呀？两人一唱一和的，显得自己又孝顺又难过的。时间转眼而去，谢震的葬礼办得很快，一顿白事饭后，孙如花似乎才反应过来，她的娇娇好像不一样了。娘的娇娇是不是好了？谢娇娇看着老泪纵横的便宜娘，心中一时间有些感触，微微点了一下头。那天吴大山想要欺负女儿的时候，女儿头撞到了墙上，只觉得灵光一闪就好了。娘的娇娇终于好了，好了就好，好了就好。可回头又想起了吴大山欺负自己女儿的事情，双眼瞬间对上了自己的大儿媳和大儿子。吴大山说是你们把娇娇卖给了他。陈红菊不敢看孙如花的眼睛，朝谢之书身后怼：“你们怎么敢？你们怎么可以把我的娇娇卖了？”娘，你也别怪我们，娇娇以前病着，在家里白吃白喝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也没有说过什么。我们卖她，还不是因为爹病着看病要花钱，这家里也实在是拿不出银子了，这才出此下策。想着反正她无用，换些银钱给咱爹治病也是好的。好个屁！你们自己没有出息，却想着用我的娇娇换钱，她是你们的亲妹妹啊！你们良心都被狗吃了不成？孙如花伸出手：“你们卖娇娇的银子呢？”听他这样一问，几人畏畏缩缩的，相互交换眼神，就是不开口。我问你们，银子呢？娘，我知道，大哥大嫂还有二哥二嫂花了。我看见他们前几天上镇上背了许多东西回来。
这就是你们说的卖了娇娇给你们爹看病。爹那病本来就没救了。你说什么？他说爹的病本来就没救了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生了这么2个没用的东西。老头子，你把我也带走吧，我活着也没意思了。谢娇娇见这孙如花是真的而伤心，心中也难免动容。娘，这事都几经发生了，这吴大山也是真心想娶个媳妇回去生儿育女，现在娇娇也不傻了，这嫁过去指不定能跟着过上好日子呢。好日子？这要是过好日子，你怎么不把你屋里梦儿送去？娘，这梦儿才多大呀？那我娇娇碍着你们什么事了？你们就是看她年纪大了，想把她赶出去。这些年看你们脸色，她的饭都是从我和老头子口中省下来的，她哪里对不起你们了？你们要这样的来作践我的娇娇，我苦命的娇娇啊！娇娇，你放心，娘一定不会让你跟着吴大山那老匹夫的。谢娇娇看着她的情真意切，心中很是感动。这个原主娘对这个闺女委实不错了。在这农村里，哪家不是重男轻女？但是她跟她的便宜爹一手都是一碗水端平了的，甚至因为她落水了变傻了，对她更好，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。你们今天必须把这银子给我拿出来，再把你们把娇娇卖了的协议拿回来。见2人不动，你们就真舍得把你们妹妹朝火坑里送？娘，你也是我们2个的娘，又不是她谢娇娇一个人的娘。你现在是想为了3两银子逼死你2个儿子吗？再说了，娇娇既然好了，迟早也是要嫁人，嫁谁不是嫁？孙如花听到自己儿子这样说，胸口起伏的厉害，眼看着都要被气晕了过去。娘，这爹才走，你注意身子。娇娇，你不知道这吴大山。娘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没完。娇娇这死丫头怎么现在好了？看着比以前还可怕了。这死孩子，当家的现在爹都走了，你就是家中的老大，我们难不成还要养着这2个拖油瓶？大嫂，哪里是2个？谢娇娇可是被我们都卖了，就小叔子一个。这要是早知道这丫头会好，这价格我们卖便宜了呀。大嫂，算了，她都那样大的年纪了，这点也值了。当家的，我看要不我们分家吧。这小叔子现在这么小，难不成我们还要把他养大？就是这半大小子吃穷老子。当家的，难不成以后我们还要管他娶妻生子？我们自己还有儿子呢。谢之书和谢之礼2人听着自家媳妇这样说，不免的都看了一眼对方。这爹娘也真是的，都一把年纪了，还给他们添个弟弟，这弟弟比他们的娃都还小，这不是诚心给他们找事做吗？人在睡觉时听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，隔壁原本平静的房间内却传出了动静。丧事已经办完了，现在轮到他了，娘不可能让我们把人送过去的。我看要不这样，晚饭时间，你们明天必须把银子给我拿出来，不然我就把这事闹到村长面前去，看你们还要不要脸了。几人点头，各自看了对方一眼。他小姑，这不是你平常最喜欢吃的吗？我和你二嫂特意做的，给你赔个不是，你多吃点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谢娇娇抬头看了几人一眼，见几人脸上都有些不自然，莫不是在这饭菜里给他下了什么药？这味道确实不错，我再去锅里舀一勺汤。我去吧，小姑，你这病才好没多久，要多休息。谢娇娇看了他一眼，没让动他的碗。吃完晚饭，孙如花的状态还是很不好，毕竟才死了丈夫，就算是女儿好了，可这点也比不上自己老伴去世了。娘，这几天你也累得很，泡个脚，好好休息一下。眼见孙如花睡下了，谢娇娇回了自己屋里，就准备睡下。可是这翻来覆去的，就是睡不着。而且今天晚上这陈红觉得对她的态度太奇怪了，静静的等着。只听院子里有人在说话，接着脚步声就离他房越来越近了。只见那人一进屋，谢娇娇拿起自己手上的东西就打了下去。我打死你这老色魔，打死你这个老流氓！吴大山朝院子里跑，谢娇娇就又追到院子里打。小姑，不能再打了，再打要出人命了。说是不是你们？你们欺人太甚！你们1个2个，真有你们的！你娘的还敢来！上次让你跑了，那是因为我爹出事了。今天正好，老娘新账旧账一起给你算。娇娇，再打下去就要出人命了。你们2个又是什么好货色？我们2个再打也是你哥哥。你们也配？小姑，你也太没大没小的了。老娘还在呢，我的娇娇哪里轮得到你们说话？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没完。谢娇娇，我知道你现在好了，但是就算你不傻了，你哥嫂也把你卖给我了。你们要是敢不认账，我就把你们全部告到官府去。我家把钱还你，我们家娇娇不卖。娘，家里哪有钱呢？我才不要你们的钱，我就要你们家谢娇娇，看我把她带回去了，我弄她。此时谢之义带着村长来了。村长，你们咋来了？是我请村长来了。你好好的把村长他们叫来干嘛？家里都闹贼了，我请村长大人来主持一下公道，怎么了？什么大人不大人的，我就只是一个村长，叫村长就行了。路上听你弟弟说你病好，没曾想是真好了。就我爹去世那日撞了一下头，不知道怎么的就好了。
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没什么，就我们自己家里一点小事而已。我问你话了吗？何时轮到你答话了？村长大人是这样的，吴大山这个老流氓半夜翻我家院子，到我们屋里偷东西，被我们逮住了。你放屁！谁来你家里偷东西？你不是来偷我家东西的，那你半夜来我家干嘛？我怎么你哑巴了？我是来找谢娇娇了，他大哥大嫂前几日把他卖给我了，若是他们给我谢了。这不是我爹这病了大半年了，家里的银钱看病都1万了，实在再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病了，我这才没法把娇娇卖了给我爹看病。人群又是议论声。大哥，你说谎，你们把姐姐卖了，爹娘都不知道，还说给爹看病。我明明见你和二哥上镇上买了许多东西回来，一点都没有拿出来。一个小孩子家的，知道什么？那明明就是从你嫂子娘家搬来的东西。嫂子的娘家，要是我没记错，我这2个嫂的娘家这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，秋收的时候还找我们家借了1担粮食呢，他们还能补贴我们家。前几天我就说是在镇上看见了谢家老大他们，还以为看错了。陈守仁也看完了字据，这字据上写的确实是以3两银子把谢娇娇卖给了吴大山当媳妇。看了一眼谢支书和谢之礼，这村里还没有出现过卖女人的事情呢。村长，我们家娇娇不卖，我们会马上把钱还给吴大山的。不，村长，我就要他们家谢娇娇。我们赔你银子还不成？我们家不卖女儿。谢家的，这有字据，那么你们家谢娇娇？村长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。哎呦，老谢家的你快起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娘，你快起来，你快起来！娇娇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们都怪你们，我是造了什么孽啊？生了你们这么2个孽障。老谢啊，你把我也带走啊，我不想活了。村里的邻居看着都有些惋惜，这要是谢娇娇是个傻子，这嫁给了吴大山那也没什么，可现在谢娇娇好了，这不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？娘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你们现在嫌丢人了，你们把你妹妹卖了。娘，你别担心，放心吧，这要是卖女儿也轮不到他们，他们既然写了字据，要卖就卖他们自己的女儿。谢娇娇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们卖我的时候，我爹还活着呢，我爹既然还活着，轮得到你们把我卖了？村长大人，这谢支书和陈红菊跟着吴大山写下这字据的时候，我爹都还在世，这父母健在。所谓婚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的婚事哪里轮得到他这个做大哥大嫂的做主？因此这字据根本就是无效的。就是，这简直就是没有礼教了，哪有嫂子插手小姑子的婚事的？陈守仁听着觉得有些道理。村长，做事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，我可是花了3两银子了。村长，我爹当时都病得起不了床了，我作为家中长子，难道还不能做主啊？老娘还没死呢，就算你们爹现在真的去了，那也是老娘做主。娘，这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人人知道的道理。真是我的好大儿啊！娘，你别生气，你不来还好，你现在来说这个事，正好我也有件事要跟你好好算算。谢娇娇终于走向了吴家，吴大山的嘴角比 AK 都难压，可当上门要人时，他却再次嘻嘻不出来。我跟你能有什么事？我爹去世那天，你偷跑到我屋里，想要强迫于我，你未得逞，我和你打了起来，这是我弟和我娘都可以作证。我相信当时隔壁邻居都听到些什么。我当时正在院中洗衣裳，倒水的时候看着吴大山从他们家里跑出来，我当时还纳闷呢。大哥说爹起不了床，可当时爹听见我的呼喊声是起来的，相反起不来的是大哥二哥养的那几个孩子啊。几人又把头转向别处，根本说不上话来。邻居听着心中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这明明就是这2兄弟故意的让吴大山来家里欺负自己的傻妹妹，真是丧德。你把这字据给我爹看，气得我爹喷了好大一口血，我爹这才去的，是你害了我爹。你放屁，你爹那是自己不行了，怪我什么事？就是你请村长大人为我们做主，吴大山害了我爹，我要报官。谢娇娇，你信口雌黄，你爹本来就不行了。我爹在床上养了半年，都能下床走动了，怎么就不行了？明明就是你把字据给我爹看，他气着了，这才去了的。我女儿说的对，原来是你，都是你这个流氓害了我当家的，我跟你拼了。这谢娇娇说的可是真的，你把这字据拿出来，气得谢震吐血。我本来就不是给他看来，是他自己走进来，手机就拿过去看了。他吐血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怪就怪他2个儿子，是他们亲自找上门来说是卖谢娇娇给我做媳妇了。字据也是他们写了，也是他们前几天叫我去他们家里了，说是把所有人都支开了，让我睡了谢娇娇，这样他们娘就无话可说了。是他们自己把他们爹害死了，关我什么事？这时候众人又把眼睛看向了谢支书他们2兄弟。你们2个不孝子，我和你爹是做了什么孽啊？生了你们2个这样不孝的东西。孙如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，2兄弟都不敢说话，这邻居也是议论纷纷。你们把银子还我，这人我不要了。不行，这人都卖给你了，哪能反悔？村长，你看我都说了，不要捉谢娇娇了，
他们又不换钱。谢家的，还不快拿银子！你们还不把钱还给他？反正没钱，你们把银子拿出来还给他。村长，凭什么？这白纸黑字都写得清清楚楚的，人都卖给他了，他自己现在不要了，关我们什么事？娘，你和嫂子置什么气？孙如花要说什么，谢娇娇手捏了他手臂一下，示意他别说话。村长大人，看来我这大嫂也实在是拿不出银钱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娘还在世，我的主自然是轮不到我这大哥二哥来给我做的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既然我大哥大嫂拿不出钱，要不就拿他们女儿谢梦儿抵了吧。村长，我同意。这谢梦儿虽然才10岁，可年纪小啊，这年纪小才好了，而且还没有这疯病。这谢娇娇现在看着是好了，万一哪天有病了呢？你同意个屁！吴大山你他娘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是个什么道样？村长，我也同意。这老头子走了，这个家就我做主，就用梦儿那丫头换我们家娇娇。娘，不可以！怎么不可以？你们之前卖我娇娇都可以，现在卖自己女儿不可以了？就是，这卖小姑都可以，卖自己女儿不行了。要你们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！陈氏，你跟你这谢老大都可以做主，把这谢娇娇卖给吴大山，这孙如花还是你婆母呢，她难道还不能做你家谢梦儿的主？就是，村长就这么办吧。行吧。当家的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！你们也说句话啊！但是几人都没有搭理他。都是你，是我让你们把我卖了的。你若是不想你女儿被卖，可以啊，你把银子拿出来不就成了？不用，这要是换成谢梦儿不用还银子，以后都是亲家关系了。谁跟你是亲家？当家的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梦儿不要嫁给吴大山这个老流氓。你们要不凑，拿出3两银子给吴大山。这银子也不是我们二房花的，你们把你们分的银子拿出来。大嫂，这银子都花没了，哪里还拿得出来银子？娘，梦儿可是您的亲孙女，您不能这样对她呀。那你们当初为何要把娇娇给卖了啊？娘啊，我求求你了。谢娇娇看着这一幕，真是无语哦。当初卖她就成，卖自己的女儿就不成了。可是3两银子对于农家人来说真的太多了，2两银子都够一个农家1年的口粮了。娘，大嫂可真不会将心比心。当初卖我的时候，我看她怎么一句话也不说，现在人家不要我，要她家谢梦儿，她就不行了。这都是做娘的。这当初他们卖我的时候，可不像您现在这样。谢娇娇，你好没良心，梦儿可是你亲侄女。大嫂说这话可才没了良心，我还是大哥的亲妹妹，娘和爹的亲生女儿呢。当初你们卖我卖的，现在卖你们女儿，你们就卖不得了。这要是吴大山要我嫁过去，哎，我为了大哥二哥两家好吃好喝，我也是愿意的。可人家不要我的嘛，你可愿意？吴大山立马想到自己刚刚被揍的模样，这浑身还在疼。不，村长，我就要谢梦。你看吧，他就要你家谢梦儿。都是你，明明是你嫁过去，你非得拉上我家梦儿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个没良心的家伙，你们自己把银子拿去吃好喝好了，现在还把一切怪在我娇娇身上，真是丧德！我家怎么会娶了你这么一个好吃懒做、有被人伦的东西？村长，既然他们不拿银子，就这么办吧。行，那就这么办。吴大山高兴的那嘴巴都要笑到耳根子后面去了。村里的人都咂舌，这谢梦儿都这样被卖了，可这人都没出来。村长，若是我们家3天之内能拿出3两银子给吴大山，是不是我孙女就不用嫁给他了？你这要是真要钱，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凑一凑的嘛。这闹了大半宿，大家伙也累了，大家都散去吧。娘，我突然觉得我头又有些痛。来，娘看看，是不是还有哪里没好？就是有些疼。要是娇娇有个什么，你们全部吃不完兜着走。孙如花拉着谢娇娇进屋，谢娇娇顺手还把谢之意拉着一起。到了屋里，孙如花急忙要去查看谢娇娇哪里不舒服。娘，我没多大事，只是怕大嫂又拉着你说什么，装的。姐，我发现你这病好了以后变得好聪明。晚上辛苦你了，这黑灯瞎火的，没摔着吧？放心吧，姐，没摔着，我跑得可快了。你爹要是还在世，看见你这副模样，不知道会多高兴。谢娇娇拉住孙如花的手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娘没事，娘没事，只是想你爹罢了。隔壁屋里，陈红菊和谢之书吵了起来。陈红菊骂谢之书不是男人，自己女儿都被卖了，也不知道说2句。说完又一个劲的哭。你以为我愿意我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个老流氓？那老流氓比老子年纪都还大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话？我说有用吗？要怪还不是怪你自己。当初要不是你和二弟妹跑来说是把娇娇卖了，就不会出这档子事。你太没良心了！前几天银子拿在手上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上镇上买东西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反正我告诉你，梦儿不能嫁给吴大山那村溜子。你明天就去找你弟，让他们拿1半的钱。要去你去，我才不去。谢之书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女儿跳火坑。你要怪就怪你自己，反正都是女娃子，都是赔钱货。你再闹老子，影响老子睡觉，明天你就滚回你们陈家沟去。陈红菊不敢再闹了，只得闷声哭泣。而另外一边的二房，他爹，这大嫂明天铁定是要问着咱们要银子的，你可不能松口，
当初拿这银子的时候，可是卖小姑的钱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呢。再说了，要咱们拿，咱们也拿不出来啊。今天白天说的分家的事情，我觉得也拖不得了。你想啊，这要是继续这样下去，小姑又要说亲事了，到时候怕是这彩礼我们一分都拿不到，全在娘手里。再次这嫁妆还要我们准备吗？还有这小叔，你看看他才多大，到时候娶亲又是一笔费用，我们自己还有儿子呢。可现在爹去世了，这就算是分家，也应该是大哥来提啊。我要是提，这可是会被人拿把柄的。你怕什么？过了今天晚上，这大哥和大嫂恨死娘和小姑还有小叔3个人了。明天大哥找你的时候，你只需要把这事简单提一下，这大嫂瞬间能听进去，你信不信？我怎么娶了这么厉害的一媳妇？我心里还不都是在为了你和咱们儿子考虑。我觉得这么多年了，咱房里就咱们儿子一个，实在是人丁少得很。咱们趁着现在，赶紧的再生上几个。都是老夫老妻了，周翠红也没推拒，两人几下就开始打扑克了。她在古代貌美如花，不小心引来嫂子羡慕，嫂子非常愤怒，只能送她上路。接上集，锻炼了一整晚后，天一亮，你们这些黑心肝的，花着卖侄女的钱，也不怕天打雷劈。要天打雷劈，也是先劈了你，是你自己先提的，把小姑卖了，又不是我提的。你放屁，明明就是你提的。那我也没让你把小姑卖了呀，活该现在报应在自己女儿身上。周翠红，你这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小姑是我们卖的吗？你们也有份，你们没分钱吗？两人扭打到了一起，出手简直是不分上下。谢娇娇看着，嘴上啧啧啧。大清早的闹什么闹？诚心让邻居看笑话是不是？还有你，一大早的，你是没了爹还是没了娘？竟在这里干哭狼嚎的。你爷爷走的时候，没见你哭这么厉害。孙如花骂完，这才看到站在屋檐下的谢娇娇，急忙走了过来。今日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吧，娘，我哪都好得很。孙如花这才放下心来，要是说着家里这几天唯一能让她高兴的，就是这女儿的疯病好了。当家的，你看周翠红那贱人，把我头皮都扯起来了。好了，别哭了。爹，梦儿不要嫁给那个老流氓。咱屋里还有多少银子？陈红菊立马把自己藏的银子全部拿出来，可也不到1两银子。娘，当家的，现在我们上哪里去凑这个钱？我们梦儿长得这样好看，嫁给吴大山那老流氓不是白瞎吗？这要是等以后及笄了，咱们梦儿找怎么样的好人家找不到？刚刚老二跟我说分家的事情，这是我是老大，肯定只有我来提。这样你去跟老二媳妇知会一声，这题可以我来提，但是他们必须拿出他们当初分走的银子来给我们，不然我就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养着谢娇娇和谢之意这2个吃白饭的。当家的，就算是他们拿出了这银子，我们这也还差啊。剩下的总要找个人出的。我就知道当家的不会放任我们家梦儿受委屈。接着陈红菊就把谢之书交代她的事情对着周翠红说了。周翠红收拾完碗筷回到屋里就发了一通火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我是怎么了？刚刚大嫂给我说，要是想让大哥提分家的事情，那么我们就要把当初拿到的银子全部拿出来，不然就大家一起养着谢娇娇和谢之意这2个拖油瓶。他们就是认定了我们不想养着这2个拖油瓶，所以才这样说的。那要不我主动提分家的事情？不可，咱们是2房，若是咱们主动提，这事情在外人眼中还不知道外人怎么想呢。那你说怎么办嘛？难不成真把银子拿出来给他们？他爹，你说这样成不成？娘能同意吗？你管他的，反正这分了家，娘就是咱们几兄弟轮着养的，而且这事就是要他不同意。那成，我这就去找牛错。娘，说实话，我作为二叔也是舍不得侄女嫁给那么个人是吧？可要说拿这银子，我们也是真拿不出来。您看这样成不？反正现在也秋收了，我们干脆卖一块地。好了，不准说了。娘，当初你爹病的那样厉害，他都不允许卖地给他治病啊。这地是什么？地是咱们农家人的根啊。说着，孙如花冲到房间里，说是不是你怂恿老大，让老大叫老二来给我说卖地属你家梦儿丫头的？娘，我没有。没有，你还敢狡辩？娘，你先别打大嫂，这先了解清楚再打。娘，你怎么能冲进来不问缘由就打人呢？你们怂恿老二来我房里说卖地，我还用问缘由？娘，我们没有。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2个东西，怂恿你二哥来让娘卖一块地，给他家梦儿赎身。娘，我看这事要不把2哥2嫂叫来问一问，不就清楚了？去把你2叔2婶叫到堂屋来，你们也都来。到了堂屋，周翠红一看陈红菊的脸，努力压制住自己要笑的嘴角。哎呀，大嫂你这是咋了？你上毛哭耗子假慈悲。二弟，我们有叫你去给娘说卖地还钱给吴大山吗？没有啊。老二，都这个时候，你也不用替他们瞒着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，娘心中清楚得很。娘，这事我们都说了，不是我们让二叔跟你说的，二叔也否认了，现在您还不信了？肯定是你，是不是你让二叔去说的，然后挑拨娘与我们大房的关系？大嫂冤枉啊！明明就是你们自己想找银子把梦儿丫头的事情解决了，我和当家的好心帮你们，你们现在还反打一耙。够了，你们还没觉得自己错？娘，你也太偏心了，明明是他们自己说的，可你非得说是我们房说的。当家的，我觉得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下去了呀。你们觉得我偏心？你们爹生病的时候家里没银子了，我让你们把你们的梯级银子拿出来给你们爹治病，你们大房是怎么办的？分文未拿。娘，您这样说就不对了，我们是不想拿吗？我们房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存下银子？您心里也有数，你看信不信？但是你孙女的事情，你再怎么也是要管的。你想我怎么管？二弟他们当初是拿了一半银子走的，你让他们把银子拿出来。
大哥，我们没。我不管你们有没有，这要是谢娇娇这个做妹妹的卖身钱，你们两个拿着我无话可说。可这是我们大房的女儿，你们侄女的银子，你们也好意思呢？娘，我觉得大哥说的对。娇娇怎么连你也？娘，将心比心嘛，这若是大哥大嫂嫁女儿的银子，这二哥二嫂还要分，可真是不占理了。二嫂若是我没记错，我记得你们房里也不过拿了几十文铜钱，还找别人借了几文，凑了个整数，对吧？娘在跟我们两个儿子说话，你一个女儿家插什么话？娘，老二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娇娇是我们这个家的一份子，你都能说话，她为何说不的？说来说去，这事也是你们自己惹上的。若是你们自己当初不起歹心，用你们妹妹换银子，也不会有这回子事。几人低着头都不说话。反正这事娘你不能不管，梦儿也不可能真嫁给吴大山那老流氓。老二，你把剩下的银子给你大哥，你们是不是没听见？我们没钱。你们一个两个的，是不是就想气死我？你们爹才走啊！娘，我看他们就是不想拿银子出来。你们够了，有你们这么逼娘的吗？明明这是你们自己惹出来的事，你们自己不知道解决吗？